过去的短短几周，可能你还在为你股票账户里的来回震荡而感到焦虑。你可能刚刚看到新闻里那些所谓的宏观专家在信誓旦旦地告诉你，通胀已经被彻底控制，美联储马上就要持续降息拯救整个市场。但今天我必须直接把一个血淋淋的最新真实数据拍在你的面前。就在我们刚刚走完的这个第一季度末期，就在4月份的第一周，当无数散户正在疯狂逢低抄底那些被套牢的普通股票，甚至是盲目跟风买入标准普尔500指数以为能捡个便宜的时候，华尔街最顶尖的那些核心基金却在暗池交易中悄悄抛售了他们手里庞大的中等市值股票仓位，并且把数百亿乃至上千亿的美元疯狂砸向了对冲通胀的短期高收益债券，以及极少数拥有绝对定价权的防御型核心资产。你肯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资金在全网都在喊着牛市回调是上车机会的时候，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极端防守加定点狙击的动作？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信号，那就是2026年美股最大的分水岭已经彻底到来。这绝不是什么为了博眼球的危言耸听，而是目前摆在所有人面前最冷酷的现实。高烧不退的通胀加上关税政策的延迟发酵，这两座大山正在形成一个完美的双重夹击，而 90% 的普通投资者现在正蒙在鼓里，一步步踩进华尔街精心挖好的超级陷阱。如果你现在正盯着自己惨淡的账户，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曾经暴涨的股票现在就像是一滩死水，甚至还在毫无抵抗力的不断阴跌，那你必须要把今天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刻在脑子里。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到现在这个最关键的时间节点，也就是2026年的4月份。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看最近的市场表现，无论是道琼斯指数从2月份高点跌下来将近 10% 的剧烈洗盘，还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剧烈震荡，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全网的财经媒体都在用一套相同的说辞来安抚你，他们告诉你不要慌，这只是正常的技术性回调，只要美联储按照预期把利率降下去，所有的资产都会重新起飞。他们告诉你，关税的利空已经被市场完全消化了，企业利润会继续稳步增长。这简直就是今年金融圈里撒下的最大的一个弥天大谎，一个专门为了让散户接盘而量身定制的谎言。我们来一点点拨开表象，看看真实的宏观基本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华尔街的顶级投行内部报告里根本不是像电视上说的那么乐观，他们眼里的2026年是一个充满着滞胀阴影的极度危险的年份。首先，我们必须彻底戳破关于关税的第一层幻觉。很多人以为去年宣布的那些贸易政策和关税壁垒早就反映在股价里了，这种想法不仅天真，而且极其致命。关税这种东西，它对实体经济的传导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有一个非常漫长且隐蔽的滞后期的。进口商和零售巨头在政策刚刚落地的初期，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会选择自己咬牙吞下这部分新增的成本，他们不敢立刻对消费者涨价，因为怕失去客户。但是各位，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那些高达 15% 甚至综合下来接近 17% 的静态关税成本，企业已经彻底扛不住了。从今年年中开始，这些庞大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成规模地全部转嫁给终端消费者。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在超市买到的每一件日常用品，你在网上买到的每一个电子元器件，甚至是你每天消耗的基础物资，都会迎来一次隐蔽但是极其凶猛的集体涨价潮。那些认为关税已经被消化的散户根本不懂供应链底层的绞肉机是如何运作的。接下来才是这套双重夹击里最可怕的地方。当关税带来的成本转嫁叠加现在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能源和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再算上那个依然非常紧缺、工资还在不断上涨的劳动力市场，这三股力量汇聚在一起，就会彻底引爆我们所说的通胀二次反弹。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最新的核心预测模型已经显示，到今年年底，美国的通胀率根本不会像美联储期望的那样乖乖停在 2%， 而是极有可能失控并再次突破 4%。 你想想看，如果通胀真的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再次飙升，美联储还有什么底气去实施之前承诺的那些大幅度降息？如果美联储被迫停止降息，甚至在通胀失控的压力下重新考虑收紧货币政策，那现在市场上所有基于宽松预期而建立起来的估值泡沫会在瞬间灰飞烟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90% 的散户都在踩坑，因为散户的交易逻辑完全是建立在媒体喂给他们的旧剧本上。他们以为通胀已经死了，降息周期已经来了，所以闭着眼睛买股票就能赚钱。
但残酷的真相是，旧剧本已经被彻底撕毁了。2026年的新剧本名字就叫做通胀与关税的双重绞肉机。如果我们把现在的宏观环境放在历史的放大镜下看，你会发现现在的狂热和盲目简直和上世纪70年代末期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美联储在通胀稍微有一点回落的时候，就过早地宣布了胜利，结果紧接着迎来的就是通胀的恶性反弹，导致整个市场进入了长达数年的痛苦滞胀期。那些在当时盲目抄底的散户最终被腰斩再腰斩。现在同样的剧本正在上演，只不过这一次加了关税这个史无前例的催化剂，在这个残酷的绞肉机里，传统的投资策略将会被无情地碾碎。我们要拨开表面的涨跌，直接去透视着背后更加残酷的财富转移逻辑。抛开单纯的股票代码不谈，在这场由通胀和关税引发的超级变局中，我们需要直接点名，到底哪类资产会被血洗，而哪类资产又会成为真正的财富避风港。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深度拆解的核心重点。在这个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2026年，如果你还抱着那种买入一揽子大盘指数基金然后躺平装死的想法，或者你还在那些毫无护城河的中小盘股票里苦苦挣扎，期盼着他们有一天能回本，那么你的财富就会像烈日下的冰块一样迅速融化。在这样的市场环境里，真正懂行的老钱和顶尖机构早就抛弃了传统的6股4债那种中庸的配置方案，他们全都在疯狂地执行一套极其反人性的策略。这套策略的名字叫做哑铃型资产配置。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在教科书上听过哑铃策略这个词，但请你把你之前学到的那些陈词滥调全部忘掉。2026年的哑铃策略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多空极限博弈下的产物，它关乎的不仅仅是收益，更是你在这一轮财富大洗牌中的生死存亡。什么是哑铃？哑铃的物理结构特点就是两头极其沉重和坚固，而中间部分则显得相对单薄。映射到现在的资本市场上，我们要做的就是彻底放弃中间地带，把所有的筹码压在两极。我们先来看看哑铃中间那些正在被血洗、被无情抛弃的资产到底是什么。这些资产就是那些在关税夹击下成本暴涨，但在通胀环境下又没有能力把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的企业。这些通常是那些中等规模的非必需消费品公司、传统的低端制造业，以及那些虽然业务看起来稳定，但实际上完全缺乏核心技术壁垒的2、3线科技股。你要明白，在这场通胀浩劫中，财富正在发生剧烈的跨阶层转移。底层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正在被高昂的生活成本疯狂压榨，中产阶级因为高昂的房贷和物价感到极度焦虑，大家都在捂紧钱包，除了生活必需品，什么都不敢多买。所以这些夹在中间的企业，他们面临的处境是极其悲惨的。他们的上游是原材料和关税成本的暴涨，导致生产成本直线拉升，而他们的下游是面临消费降级的需求萎缩，他们根本不敢涨价，一涨价客户就跑了，他们的利润空间正在被两头疯狂挤压，最终的结局就是财报频频爆雷，利润断崖式下跌，股价被市场无情腰斩。不仅如此，那些你以为很安全的长期限债券同样也是哑铃中间的受害者。通胀一旦抬头，长端利率飙升，长债的价格就会像自由落体一样暴跌。如果你现在的账户里有一大堆这种不上不下的平庸股票和长债，你每天看着它们阴跌，却还抱着幻想，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你正在用你的真金白银为华尔街的撤退买单。那么既然中间地带是一片必死无疑的雷区，我们到底该如何构建这个救命的哑铃？我们先来看哑铃的第一端，也就是绝对防御的一端。在通胀极有可能反弹突破 4%， 美联储政策极度摇摆不定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把很大一部分资金放在能够提供确定性现金流，并且绝对免疫利率波动的地方。这里说的绝对不是那种10年期或者20年期的长期国债，因为刚刚我们说过，那是通胀的炮灰。聪明的资金现在都在抢夺什么？他们在疯狂买入期限极短的高收益公司债，以及那些在通胀周期里拥有绝对抗跌属性的高股息资产，比如那些即使在经济最糟糕的时候老百姓也不得不用的能源龙头，或者是极少数账上趴着巨额自由现金流的大型金融机构。这部分资产的意义绝对不在于让你一夜暴富，而在于当市场遭遇黑天鹅，当第2张或者第3张股牌轰然倒下的时候，他们能够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血液。这就像是你在狂风暴雨的航海中拥有了一个绝对不会沉没的压舱石，只要你的底盘足够稳，你就不会在市场最恐慌、情绪最崩溃的时候被迫割肉离场。你不仅能活下来，
你还能拿到丰厚的利息和分红，这就让你在心理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再来看哑铃的另一端，这也是决定你在这场危机中能不能实现阶层跨越的极端进攻端。很多人觉得经济不好，通胀很高，到处都是雷，就应该全面防守，一点股票都不买，全部换成现金。这是大错特错的，这也是散户永远无法跨越阶层的根本原因。因为每一次危机，每一次动荡，都是一次社会财富的重新洗牌。在哑铃的进攻端，我们要寻找的是那些彻底免疫通胀，甚至能够从这场危机中疯狂吸血的绝对垄断者。在这场关税和通胀的世纪博弈中，谁有资格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答案是那些真正拥有不可替代技术的超级人工智能巨头，以及掌握着全球无可替代资源的定价权霸主。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在过去的3月份的大跌中，每次大盘一恐慌，那些真正顶级的科技寡头只要稍微跌出一点点的空间，立刻就会有天量的机构资金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冲进去抄底。为什么？因为在人工智能力量正在重塑全人类所有行业的时代，这些巨头根本不在乎什么10%几的关税，他们卖的不是廉价的塑料玩具，他们卖的是算力，是底层架构，是全人类无可替代的效率工具。无论通胀怎么涨，原材料怎么贵，只要其他企业为了生存必须要提高效率，必须要裁员，必须要引入人工智能来替代人工，这些巨头就能肆无忌惮地提高他们的服务价格。他们拥有极强的，甚至是绝对的定价权。这种把成本无限制转嫁给全社会的定价权，就是对抗通胀最完美的武器。所以你必须要敢于在市场被宏观情绪吓破胆，引发无差别抛售的时候，果断的毫不手软的去重仓这些平时高不可攀的极品核心资产。买入它们，就是买入了在这场通胀危机中的超级收税权。这就是2026年的终极财富密码，彻底放弃平庸，勇敢拥抱极端，左手握着能够提供强劲现金流和绝对防御的短期高收益资产，右手紧紧抓着拥有绝对定价权和不可替代性的科技寡头。让那些死抱守旧观念天天盯着大盘指数的散户去在中间地带互相踩踏吧，我们只需要稳稳地坐在哑铃的两端，冷冷地看着这场财富的重新分配。当关税的利刃割开传统制造业的喉咙，当通胀的烈火烧毁中产阶级的购买力，真正懂这套哑铃型配置的人不仅不会感到丝毫的恐惧，反而会因为账户里不断涌入的利润和分红而感到极度的兴奋。因为他们深知每一次大众的恐慌，每一次媒体的渲染，都是主力机构完成调仓，散户交出带血筹码的必经之路。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你们现在屏幕前的心里在想什么。在现实的交易操作中，最难对付的其实根本不是美联储的决议，也不是那些冰冷的经济数据，更不是复杂的财报，而是你每天面对着红绿闪烁的屏幕时，内心深处涌现出的那股无法遏制的恐惧和贪婪。投资本质上从来就不是数学游戏，它是一场极度残忍的反人性心理战。当市场出现毫无征兆的暴跌，你辛辛苦苦攒下的账户数字疯狂缩水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本能地分泌大量的压力荷尔蒙。这种强烈的生理反应会逼着你去做出一系列极其愚蠢的决定。你会想要赶紧卖掉手里那些明明是优质核心资产，但暂时正在亏钱的股票，试图阻止那种剜心般的痛苦蔓延。而当市场突然反弹，情绪一片大好的时候，你又会急不可耐地冲进去追高，生怕自己错过了这一波赚钱的列车。这种被情绪完全支配的交易方式，就是华尔街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源源不断地从散户口袋里掏钱的最底层逻辑。他们极其擅长利用新闻媒体的头条和短期波动的价格图表来操控你的情绪。当你看到屏幕上一片血红，新闻里全都是破产、衰退、通胀恶化的字眼时，你是不是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你是不是觉得只要现在一键清仓就能躲过一劫，以后在低位买回来？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你恰恰精准地中了他们的圈套。因为在这个时候，那些拥有庞大资金和信息优势的机构正在用极其贪婪的眼光盯着你手里那些因为恐慌而抛出的带血的筹码。他们之所以联手制造恐慌，甚至在暗中推波助澜，就是为了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那些能够穿越周期的核心资产从意志不坚定的散户手里抢走。一旦筹码易手，市场就会在你绝望的目光中绝尘而去，留下你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所以我今天必须要在这里给所有的观众打一剂最猛的强心针。你必须要明白一个最残酷但也最真实的道理，
在金融市场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里，痛苦就是变富的入场费，波动就是成长的学费。如果你连这种级别的颠簸都承受不了，那你注定只能成为别人成功路上的垫脚石。如果你现在正因为短期的下跌而感到极度的焦虑甚至失眠，那就说明你的资产配置出了严重的问题。你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那个极其脆弱的中间地带，你没有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哑铃防线。但是请记住，只要你没有在这个最绝望的时刻被情绪冲昏头脑，点击那个清仓卖出按钮，只要你愿意从今天开始像一个真正的专业机构那样去审视自己的投资组合，去无情地清理掉那些没有定价权、没有护城河的垃圾资产，把资金果断地集中到高收益防守和强护城河进攻的两端，那么这场看似可怕的通胀与关税的双重夹击，最终不仅不会摧毁你，反而会成为你实现财富大幅跃升的最佳跳板。真正的猎手永远只在风暴最猛烈的时候出击，他们享受风暴，因为风暴能吹走所有的杂鱼。现在2026年最大的风暴已经来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洗牌中，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关注我的朋友成为被无情收割的韭菜。我会一直在这里用最尖锐的视角、最底层逻辑的推演和最真实的宏观数据，帮你们看清这个残酷市场的运作规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拆解真正帮到了你，让你在极度的迷茫和焦虑中看到了清晰的方向，请立刻订阅我的频道，为这期内容点下赞，并且一定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绝对不会错过我在接下来的市场巨变中为你提供的每一次生死攸关的警报和调仓信号。同时，我也非常希望听到你们最真实的声音。在这个充满着变数和危机的2026年，请大家在留言区直接告诉我，你现在最关注的，或者是让你最感到焦虑头疼的一个市场变量到底是什么？是通胀的走向、美联储的加降息态度，还是具体到某一个行业的死活？把你的看法或者你对自己的投资承诺写在留言区，我会认真阅读每一条评论，并且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持续为你整理最硬核的应对策略。我们下期见。